Hello，大家好，又係我謝飛 Daniel 啊。而家我喺一個郵輪上邊啦，去南極14日嘅時間啦，同埋南美啦，有啲嘅城市啦。咁今條片想同大家分享翻咧，喺2024年咧，究竟去南極有啲咩嘅新玩法喎？今次係我第二次去呢個嘅南極㗎啦。第一次咧，我係喺22年前啦，就係2001年嘅時候咧，我係坐破冰船咧，喺阿根廷咧呢個烏斯懷亞 Ushuaia 咧去呢個嘅南極洲嘅。咁當年咧就係大概10日到時間啦，坐破冰船過去啦。咁今次咧我係坐郵輪啦，係14日時間啦，由呢個阿根廷嘅首都貝爾諾斯艾利斯啦，落去南部嘅阿根廷嘅最南端呢個 end of the world 呢個城市啦，就係烏斯懷亞啦。喺嗰度咧停一停之後咧，再落去呢個嘅南極半島嘅。咁今次同我第一次嘅事隔22年，究竟有咩嘅分別咧？咁我都想同大家講講。喺我第一次去南極嘅時候咧，當年咧係1年嘅遊客咧，據聞只係可以大概有1萬名嘅遊客入得南極洲嘅啫。咁但係到今日嚟講咧，其實去南極嘅人數咧係非常之多啦。其實今次嘅郵輪咧，個船咧係可以有成2700幾名嘅乘客，加埋船員咧已經係有成超過4000人入去南極㗎。咁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坐呢個破冰船入去南極咧，其實咧就係因為個船好細啦。當時嚟講，我哋得100個乘客到嘅啫。咁今次嘅船咧係郵輪咧係有成4000人以上，咁個人數亦好多啦。咁而個船嘅體積亦都好大啦。郵輪嘅體積咧係去到成12萬噸嘅呢一個嘅郵輪啦。所以入去南極個時候咧，經過呢個嘅德雷克海峽啦，呢個 Jet Passages 咧，其實係好穩定嘅。即係雖然嗰個嘅經過呢個西風帶啦，係南緯40到60度呢段嘅水域啦，個浪嗰個級數可以到6、7級咁大嘅風浪。個浪嘅高度咧可以去到4至5米，咁但係我坐呢個郵輪咧就真係唔係感覺得到當年嗰個嘅45度咁擺嗰個嘅即係咁激嗰個嘅感覺。當年真係啲椅啊，即係推埋一齊啊，由左又去到右，又去到左，係非常之即係都驚險嘅。但係今次入去咧就比較係穩定好多啦，就即係熬下咁，但係亦都唔算話好大嗰個嘅即係顛簸啦。咁坐破冰船坐郵輪咧，亦都好大嘅分別喎。坐破冰船入去咧，佢哋會入到南極洲嘅時候咧，佢哋會落一啲嘅救生艇啦。其實唔係叫救生艇，因為佢哋嘅 Zodiac 一啲嘅橡皮艇咧，就會登陸呢啲嘅南極嘅冰川啦，或者係上岸啦，去睇啲嘅動物啦，譬如企鵝啊、海獅、海狗啊、海象啊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大家亦都有機會去行下南極嗰啲冰川啦，或者去睇嗰啲火山啦，同埋有機會可以浸下呢個南極嗰啲溫泉啊，嗰啲地熱嘅水啊咁樣。咁但係坐郵輪咧就冇呢樣嘢啦，佢只不過經過南極半島，就佢唔會停嘅，就喺度經過嘅時候咧就去到一啲嘅譬如一啲嘅浮冰區啦，有啲嘅好靚嘅灣啦，譬如好似今次我去個 Paradise Base 啦。咁大家可以喺裏邊咧睇啲冰川啦，同埋冰塊啦，跟住又去埋呢個大象島 Elephant Island 啦，就登上呢個島同埋嗰啲冰川咁樣嘅。咁所以嗰個玩嘅形式係好唔同咯。咁第三樣嘢好唔同嘅就係咩咧？坐破冰船咧去咧，其實就係個價錢係都唔平嘅。即係當年我去嘅時候咧，大概都要8000至1萬蚊到美金一個人啦。咁但係而家坐郵輪咧入去南極咧，平均一個人咧大概係2500到3000蚊到美金咧就 OK 㗎啦。咁當然視乎唔同嘅船公司啦，同埋有冇優惠啊，同埋個季節性啊等等啦。咁每年嘅夏季大概係大概1、2月份咧係最多船入去南極嘅。咁所以咧，大家有機會咧入去南極嘅時候咧，就可以選擇破冰船啦，或者係坐呢個郵輪啦。但係郵輪都唔算太多船公司去做，譬如我今次坐就係 Celebrity 嘅即係名人郵輪嘅新月號啦，Eclipse 啦，佢今次咧入南極咧，呢個夏天咧只係得4個航程嘅啫，即係接住咁行。
咁所以咧就由1月到2月尾咧就行晒呢幾水船㗎啦。咁跟住入冬咧就啲冰封咗，就遊輪唔入得去㗎啦。咁破冰船咧就有好多唔同船公司啦，有平有貴啦。咁有啲好豪華嘅遊輪嘅一啲嘅船公司咧，即係破冰船咧，佢哋嘅收費咧係即係非常之貴，去到可能幾萬蚊美金咁樣。咁有啲有埋直升機啊，又可以有潛水艇啊，又話有啲可以坐呢個嘅即係喺海上面玩獨木舟啊，上去呢個冰河或者係南極洲上面去露營啊、遠足啊咁樣嘅，即係多姿多彩嘅活動嘅。咁起碼嚟講咧，最少咧都要1萬至1.5蚊美金起咯，即係坐呢個破冰船嘅話。咁第4樣嘢最大嘅分別就係咧，如果好多人去南極咧，如果你係搭唔到船嘅話咧，其實過呢個嘅 Jet Passage 都係好大嘅風浪啦，都會暈船啦。當年我去西有成7-8成嘅乘客咧都係暈浪嘅。咁但係我今次去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坐大船咧就係冇呢個咁樣嘅感覺啦，即係唔會話個個都暈晒，其實係好定嘅。咁有啲搭唔到船嘅朋友咧，亦都可以係坐呢啲遊輪咧，可以感受一下南極周邊嗰啲嘅景色啦，叫做到個南極嘅半島啦，咁樣亦都係體驗下當地嘅野生動物啦，譬如特別係睇企鵝啦。咁另外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雖然咧坐遊輪咧佢唔會上岸啦喺南極洲，但係咧佢會停福克蘭群島啦，或者係阿根廷嘅南部啊一啲嘅地區啦，大家亦都可以有機會去睇企鵝喎。譬如喺福克蘭群島咧，大家可以去睇呢個嘅皇帝企鵝啦，同埋呢個帝王企鵝啦，同埋呢一個嘅即係金圖企鵝。咁喺阿根廷咧，亦都可以睇呢個 Macklin 呢隻嘅企鵝啦，佢一個好大嘅企鵝保護區啦。喺個嘅 Temple 嗰個地方，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佢有1萬隻咁多嘅企鵝聚居喺嗰個嘅保護區裏邊。大家亦都可以睇佢點樣去即係餵養 BB 啊，咁都好相當有趣。咁呢個係算做係南美洲最大一個企鵝一個聚居地。咁最後啦，咁同大家分享翻就係話如果大家係即係去南極喺嚟緊呢1-2年啦，咁都可能要快啦，因為其實南極都開始啲冰咧會融化，咁有機會咧即係個冰融嘅時候咧，就南極洲越嚟越縮水啊，咁所以啲野生動物咧就可能又會遷移啊，或者各方面有唔同嘅生態改變，咁有機會去睇嘅時候啲浮冰啊，或者各方面咧都係趁即係嗰啲嘅地球暖化未嚟得咁緊要之前咧，有機會入去就去睇下呢個南極嗰啲嘅大自然嘅生態同埋嗰種嘅大自然嘅美麗啦。下條片咧，我分享翻14日究竟玩咗啲咩咧？下條片再見啦。OK，拜拜。